ADS 3.2.1 这个版本，它肯定已经不是有轨电车了啊，它已经不是有轨电车，它只是把这个导航地图的依赖性特别强啊，它比较依赖导航。哈喽，这是面大叔啊，到底是哪个傻不愣登的说我在说华为这个 ADS 是有轨电车了？很多人说它是有轨电车，我还特意出了个视频告诉你们它不是有轨电车，还在那里说我在带节说它是有轨电车，你这些人是耳朵聋还是眼睛瞎呀？哎，受不了啊，受不了！它 ADS 1.0 是有轨电车呀，现在不是了。3.2.1，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路这个行人博弈啊，目前非常的丝滑，比原来进步了巨多，我的改观很大。我们回到这个有轨电车的说法上来啊，就是华为到了 ADS 2.0 以后呢，它就已经是不再依赖高原地图了，它就是可以实现全国都能开了。虽然它有很多这种嘟嘟嘟啊或者路口识别不了，很多问题。那它为什么会这么一个表现呢？当时它就是 2.0 的时候就是依赖这个导航地图了，但是它当时它是采取什么措施去做这个事情呢？它依赖导航地图就是用的这个 Transformer 加 BEV 的这个架构，就是当时特斯拉在2022年公开 AID 上公开的这么一个架构，它用了这就可以实现无图驾驶。那它当时到了一些复杂路口，大家可以看木岩大叔这个原来老的 ADS 2.0 时期的那个视频啊，都是这种打点啊，一到了路口呢就需要嘟嘟嘟要用接管了，就是那种复杂一点稍微异形一点的这种路口啊，它得通过用户打点啊，后台工程师技术人员进行一个修改的形式，把这个路口把它让这个车机能够识别啊，然后能够这一个完成左右转。那后来他们什么技术人员给他突破了什么东西啊怎么样，他就直接就全国开啊，全国开之后呢，他在一些一线城市或者重庆这些城市啊，他们工程师这个修复的好啊，用户量也多啊。华为是这个自己有车队在跑图，然后也有这个用户打点两种形式去给他把这些复杂的路口去进行一个修复识别的啊。大家可以看啊，这就是当时 ADS 2.0 的时候。那么打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发现这个路口有问题了，我就反馈给后台啊，后台就会对你这个进行修复。然后有些呢，因为它数据量很多啊，它有些一下子修复不了，所以很多人在评论区说华为根本就没有打点修复它的问题打点了很多次都没修复啊。那是因为你那个问题比较复杂啊，而且你这个优先级可能也不是特别高，所以没给你修复啊。所以这当时 ADS 2.0 时期，现在到了 ADS 3.2.1 这个版本，它肯定已经不是有轨电车了啊，它已经不是有轨电车，它只是把这个导航地图的依赖性特别强啊，它比较依赖导航。为什么？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得到。车道巡航已经啊，就是它到了这种导航上没有的路上，它就只能用 LC， 用不了 NC。我想换地方也不行啊，你看，我这个目的地它就不行啊，你看，我比如说我开始导航啊，它就只会往那边走啊，所以说。导航也没用，导航的它也是不动，它也提都不能 C， 这条路它没有，它地图它没有，它就不让你用。所以他们叫我过来测这个东西，说华为怎么表现，没有测不了，因为它不能用啊，它现在不能用，所以它会不会逆行，我们搞不清楚，它不能用，是吧？所以这就我跟大家讲的，它是比较依赖导航地图的，目前是比较依赖导航地图，因为有了导航地图，对它这个自驾的开发会简单很多。为什么原来有高精地图？因为有了高精地图，它的开发会简单特别多啊，是这样的啊。